西方媒体呢，现在又在炒作中国为俄军提供武器弹药，俄军呢可能在使用中国的炮弹。你要我说啊，西方媒体啊，就这一次你可要自信一点啊，你把那个可能两个字去了啊，这回啊还真是中国制造的炮弹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这种事情啊，西方媒体呢是没少闹啊，他给你断章取义、捕风捉影，然后就给你添油加醋。以前就说过，说在俄乌战场上就发现了上面有汉字、有中文的60的迫击炮弹。后来一看呢，这一看这就是日本人用的那个所谓日本汉字啊，那是日本造的这个60的迫击炮弹。而这一次呢，西方媒体炒作的这个中国生产的炮弹，那可不是这个日文汉字了，那是实实在在的简体中文啊，弹身上有，在引信上有，还有配有说明书，还有生产日期呢。这批炮弹呢是60毫米的迫击炮弹啊，这生产日期呢从1973年到1975年之间生产的。你要说起来，这炮弹也40多年、50年了啊，半个世纪之后，这中国造还能够打得响，那说明这个中国这个炮弹的质量水平那也是响当当，也是硬刚刚的哈。那么这批炮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到了俄罗斯的军队的手中呢？其实这批炮弹呢，是我们当年在40多年前、半个世纪前援助给阿尔巴尼亚的。那么这次俄乌冲突爆发以后，这阿尔巴尼亚不就援助乌克兰嘛，就把这批炮弹啊重新包装了一下，就又给了乌克兰。那炮弹他就没有再做什么改装，也没有涂那些字了，反正包装就给了乌克兰了。那在战场上呢就被俄军给缴获了，那不就到俄军手上了。也不知道俄军是不是最后真的用了这批炮弹，反正这批炮弹现在在俄军手上，那这西方媒体他就抓住这个把柄，他就开始说了，说你中国你看为这个俄罗斯有提供这个武器了。那通过这件事啊，我觉得这个炮弹这件事我们倒是很容易就说清楚。可是呢，你可以看出来啊，这个西方媒体在这个炒作的时候是无时无刻不拿你中国来说事儿。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啊，说这个媒体是站在什么公正的、独立的立场上，根本就不存在这么回事。媒体本身它就是有立场的。那你比如说这一件事，那你为什么不说中国向乌克兰提供了炮弹呢？他呢就偏要说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炮弹，很明显就是两个目的嘛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看你向他们交战双方提供这个武器弹药，那你这个中立立场，那你就是不言自破，他就是要松动你们所说的这个中立的立场嘛。然后呢，他再把你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，把你摆在这个政治的对立面啊，这就是他的一个核心的做法。这些东西都基于他们本身的立场。所以我们也看到他这个手法也是惯用的手法，无非是两样嘛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他凭空编造一些东西，完全不存在的就开始给你编，这种东西干的很多了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像这件事一样，他给你借题发挥啊，事情呢它确实有这么一个事情，然后呢他把后边添油加醋给你歪曲，给你发挥出来，最后你听到的结果，你脑子里所有这个民众得到的第一印象可就完全就相反了。所以呢，在看西方媒体的一些消息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多长一个心眼儿，别被他带了节奏。你看到的、听到的，甚至说有图有真相的这个事情，可能是个真事儿，但是它未必就是真相。